它给你的资料呢就不会只有单纯的像刚刚导航而已哦，它会告诉你说现在开车、大众交通工具跟步行的时间要多久，谁会走路过去啊？在发表会的时候有一个叫 X Photo 搜寻的功能呢，它应该也会在10月或是后续的 Gemini 更新啊，在台湾地区可以开放。帮我找一下 Pixel 2周使用的心得体验，在 YouTube 上面做搜寻啊，真是不好意思，没有故意要工商自己影片哦，它第一则就找到我自己的。Hello， 瑞群安妮的频道，大家好。上一部影片的话呢，我们教了大家 Pixel 的一些基本的设定，不晓得大家对于这些基本设定有没有觉得很实用呢？我们在之前的影片的时候，大家有提到说啊，手机里面到底用 Gemini 这个语音助理啊，有什么样的差异？我现在拍摄的时间呢是10月的第1周哦，那预计的话呢，在这个月的大概月中的时候 ，Gemini 可能会有一个重大的更新，所以呢，这个影片是在重大更新之前的时候拍的。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我等一下教的东西的技巧。大部分的内容呢，都是用 Gemini Flash 的 model 去做执行的，也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订阅 Gemini 付费版的版本呢，你在你 Pixel 上面都可以做执行。好，那如果想要知道相关的内容的话，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Let's go！ 首先第一个呢，我要跟大家做个介绍的部分啊，是有关于 Google Map 跟 Gemini 之间的应用哦。那我们在使用 Gemini 的时候呢，只要长按电源键2秒钟就可以打开来了。帮我导航到桃园火车站。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把地图打开来了，然后并且会出现导航相关的路径，然后因为这个是开车相关的路线嘛，所以它就会跑出来。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基本上啊，它除了这个功能之外的话呢 ，Gemini 啊也可以做到其他的比较复杂性的一个理解哦。我先把 Google 地图关掉，请问我现在到台北101要多久？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啊，它给你的资料呢就不会只有单纯的像刚刚导航而已哦，它会告诉你说现在开车、大众交通工具跟步行的时间要多久，谁会走路过去啊？连7.5公里都告诉我，上面就会写要多少时间，使用哪些交通工具不同的，那你就可以根据你自己，比如说想要开车你就选择行车路线，然后想要搭交通工具的话呢，就点大众交通工具的路线，那这边就会出现刚刚的路线了，你就点一下导航，它就会出现，如果我们现在要过去的话，要搭大众交通工具的时候呢，要怎么去做了。Gemini 呢可以理解啊，播放音乐的部分的话也都没有问题的哦。那我大家展示一下，一样我们长按电源2秒钟之后，打开 Gemini， 帮我播放周汤豪的新歌。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找到那个 YouTube 上面的 Music， 然后呢去找到周汤豪的歌呢，然后来做播放了。所以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快。如果说你有特别的歌手，或是特别的一些想要播放的人呢，你都可以直接用 Gemini 的方式呢下指令哦。那我觉得呢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哦，这是其中一个进阶搜寻的方式。除了这个东西之外，也跟大家讲个 bonus tip 哦。如果你在咖啡厅有听到哪一首歌觉得很不错，你也可以直接跟 Gemini 说，帮我搜寻一下现在播放的歌曲是什么，它也会理解你现在在讲的这件事情。结合了上一部影片跟大家讲的这个 tips， 基本上可以让 Google 自动在背景的时候帮你聆听歌曲的，聆听的歌曲那边呢就会有记录咯。那如果不知道这个技巧的话呢，可以点我们影片的右上方看一下上一部影片的这个内容哦，希望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哦。同样的啊，我们在 YouTube Music 可以播放音乐之外的话呢，其实 YouTube 也可以做搜寻。那我们一样为大家展示一下吧，帮我找一下 Pixel 2周使用的心得体验，在 YouTube 上面做搜寻。啊，真是不好意思，没有故意要工商自己影片哦。它第一则就找到我自己的，然后目前观看次数是1万左右的，所以它下面的部分也会提供你 YouTube 的连接，你按下之后呢，跑出来我们的影片咯，是不是超赞的啊？你只要给它明确的 YouTube 的主题跟内容，我自己在家里面很常去找什么汪汪队啊，或是那个最近小宝贝爱看的一些卡通啊 ，Baby Shark， 它都可以找得到。你给它主题、类型明确的资料，它就会帮你做个搜寻了，给你做推荐。好，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它其实啊也有针对行事历，所以我为大家稍微示范一下。请问我明天早上台安医院的早疗课程是几点？它这边就会跑出来，你在行事历上面用你自己的 email 登录的行事历上面的一些内容。再来的话呢，是跟建立购物清单有关的哦，帮我建立去全联购买的购物清单。我要买1盒鸡蛋。1个优酪乳，这个时候你的记事本里面的 Keep 啊，它就会跑出来，就是有这2个 item 在里面了，那就可以帮助你去打开来之后呢，可以再去做那个 check 的功能哦，就是刚刚的购物清单，你就可以把它到时候要买的时候呢，把它打勾，就是这么简单。觉得呢这些功能啊，都是 Gemini 在你 Pixel 手机上面可以直接去做应用的，其实非常非常的方便。
针对沟通的方面呢，有一些不同的指令可以下达哦。帮我打电话给谢洁莹，这是我老婆嘛，她就有家里的电话或者是手机电话号码啊，去做一个处理。那同样的，你可以做一样的事情。我觉得 Gemini 它其实还是蛮生活化的。那基本上，因为我现在是使用语音的命令嘛，大家如果觉得讲话段落对你来讲比较困难，你甚至输入用打字的部分，它都可以协助到你哦。还有像翻译有关的一些东西来给大家看一下，帮我把这个东西多少钱翻译成日文，这边就会告诉你说日文的翻译到底是怎么样念哦。那你也可以直接按下去复制之后呢，按下播放，你的对方去听到这个的内容。所以如果你有出国玩，需要他直接帮你做即时翻译的话呢 ，Gemini 可以帮你做这件事情哦。Good。再来的话呢，其实还有一些东西的应用啊，它也可以做使用哦。比如说，帮我拍一个自拍照，你就可以直接按这边开启，然后它就会开始倒数3、2、1，这就是你可以直接开启相机的功能，这也是非常的直觉可以直接使用的。那还有像什么，你可以问他关于天气相关的问题，请问明天会下雨吗？它就会跑出台北市的天气预报喽，是不是很方便？除此之外的话 ，Gemini 其实也可以理解你跟他下了一些东西的指令，它也可以设定一些跟倒数计时有关的内容哦。帮我设定一个10分钟的 timer， 这个时候你一按下去之后，它就开始做倒数，就可以跟你小朋友讲，时间到的时候呢，手机就要还给我喽。或是你煮饭想要设定什么东西熟的时候，要提醒你要哔哔叫的话呢 ，Gemini 啊都可以帮助你去做到这件事情。其实呢，跟大家林林总总讲这么多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你的 Gemini 的助理呢，如果你要知道它能对于哪一些的 Apps 有做这扩充功能的话呢，大家可以进来你的 Gemini 画面，然后点一下你的头像，这边呢有一个叫做 Apps 的这个功能哦，你把它往下面滑，就会发现所有跟这个有关的内容呢，基本上都是 Gemini 有支援的，所以你可以直接用像对话式的方式跟他讲你需要做什么样的东西，它会整理你的资讯。明快的给你这个东西的资料，所以我觉得其实还蛮方便的。那里面也会有一些针对你可以下的指令的一些简单的一些技巧跟使用的方式哦。因为这个是比较初阶，你的手机拿到之后你可以做的这些东西。自己呢有把 Google Photo、Google 相簿里面的一些功能，怎么整理照片，在发表会的时候有一个叫 S Photo 搜寻的功能呢，它应该也会在10月或是后续的 Gemini 更新啊，在台湾地区可以开放。所以我想说 Google Photo 的话呢，我就等到发表会的功能全部都进来里面的时候呢，跟大家做一下分享，怎么去整理你的相簿，怎么用 Gemini 实用的功能去找出你某一段回忆的照片。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块，就叫 Google Home。如果说你想要知道 Google 的 Gemini 怎么帮助你控制你的家电，如果你有 Google Chromecast 的话呢，你可以用它去搜寻节目，比如说 Netflix 啊，或 HBO Max 啊，或 Disney Plus 哦。那针对像是家居的控制跟 Google Home 的部分的话呢，我自己也会另外再拍一集跟大家做个分享。好，那想问一下大家，刚刚前面的所有讲的这些东西内容呢，你有没有哪个功能你觉得最实用，或是你自己最喜欢的呢？如果有没有讲到的地方，自己很常用的 Gemini 功能的话，欢迎在我们的影片下方帮我留言哦。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不要忘记呢帮我按个赞，并且帮我把这个频道做一个订阅哦。我是瑞奇，一个热爱科技的双宝爸，非常感谢你呢这部影片看到这边，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大家拜拜。这时候它就会打开来里面的东西去做思考。卡掉。请问我下周一的行程是什么？没有任何行程，我看一下，我的行事历真的都没有行程吗？怎么这么弱啊！我的天哪！请问我下周什么时候要出国？哦，整个都没有哎，超好笑的。那我是瑞奇，一个热爱科技的双宝爸，非常感谢你影片看到这部